原生家庭不是借口，但它真的影响很大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惊吓时刻？当你情绪一来，突然冒出一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，结果你愣住，因为这句话好熟悉，原来这正是你小时候最怕听到父母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你一度告诉自己，我长大后绝对不要变成像他们一样。可惜命运就像开玩笑，你越是想逃，却越容易走进同样的模式。有人笑说，人一生有2个难题，一个是如何走出原生家庭，一个是如何建立新的家庭。原生家庭就像你生命的程式码，从小写进潜意识，决定了你怎么看待爱、冲突、金钱、责任，甚至婚姻，它的影响力比你想象的还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原生家庭影响这么深，我们是不是注定被它牵制一辈子？答案是不是。因为虽然我们无法选择出生，但我们能选择怎么活下去。明安和君雅结婚2年，表面上2人感情不错，但每次一吵架，问题就会被放大。明安习惯冷处理，一有争执就关起房门不说话，君雅则刚好相反，会紧追不放，不断逼问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不在乎我？于是一场小争执常常演变成冷战加爆炸。有一次君雅气到哭，吼出，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回应我？明安却沉着脸，心里想，我沉默是为了避免伤害，为什么他听不懂？如果只看当下，很容易把责任推到性格差异，但当他们仔细回想，才发现明安的爸爸就是个沉默型父亲，家里只要吵架，他永远选择冷处理。久而久之，明安把这种方式当成保护彼此的解决办法，而君雅的妈妈则是个逼问型母亲，总觉得要把话讲清楚，所以她在亲密关系里自然复制了这样的模式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在跟彼此吵，而是带着父母的影子在对话。那原生家庭到底影响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。一、对爱的定义。有些人从小在有条件的爱里长大，父母会说，你考100分才是好孩子。久而久之，他把爱等同于表现，进入婚姻后，他也会要求配偶做得好才值得被爱。2、处理冲突的模式。家里是冷战文化还是暴力文化，通常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，不是学会照单全收，就是努力反弹，但都不容易健康。3、安全感与依附。如果父母常常忽冷忽热，孩子长大后可能特别害怕被抛弃。相反的，若父母总是过度控制，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极度渴望自由。4、金钱观与生活态度。原生家庭的理财方式会直接复制到新家庭，有人一花钱就内疚，有人则习惯大手大脚，背后都藏着家庭痕迹。原生家庭不是借口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完了，我爸妈就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注定逃不掉。其实认清影响不等于为自己找借口。就像电脑的预设值，你确实被设定过，但你可以重新编辑。问题是，你敢不敢诚实面对自己？很多人卡在否认，我才不像我爸我妈那样，我最讨厌了。可偏偏越是讨厌，越容易无意识的复制。真正的突破在于，当你承认，是的，我身上有他们的影子，你才有机会选择，但我愿意不一样。
明安和君雅后来接受婚姻辅导，辅导员提醒他们，你们不是在吵今天的事，而是在演重播。这句话让两人瞬间沉默。明安第一次意识到，他的冷漠不是爱，而是一种逃避。他回忆起小时候，他多么希望爸爸能够跟他说一句我懂你的难过，但却等不到。于是他决定不要把这种空白传递给妻子。君雅也开始明白，他的逼问背后其实是我怕被遗弃。他承认自己一直在重演妈妈的模式，但他愿意学会等待，给对方时间消化。这个转折不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，但他们开始看见原生家庭的影响可以被看见，被命名，然后被转化提炼，从受害者到创造者。我们无法选择出生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过去绑住。原生家庭的确影响我们很深，但影响不是宿命，而是一个提醒。受害者心态，我爸妈害我变成这样。创造者心态，我承认有这些影响，但我选择新的方式。当你愿意从受害者转为创造者，你才真正开始走向灵魂伴侣养成的第一步。因为你不再期待对的人来救赎你，而是先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结语，爱的自由从认识开始。爱情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遇见一个愿意和你一起面对真相的人。而要做到这件事，你得先敢于照镜子，看看自己背后带着怎样的家庭影子。所以请记住这句话，原生家庭不是借口，但它真的影响很大。认识它，承认它，然后选择超越它，这样的你才能真正准备好去爱，去被爱，并且与灵魂伴侣并肩走一条自由而深刻的路。